年轻人看不上走短剧可以，为什么你妈幻想爸总爱上我就不行了？难道人老了就不可以有对爱的需求吗？付钱把它看完也才41块钱，为什么你爸妈就是上当受骗，你就是为了自己娱乐爱好呢？我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彭华茂，这几年的工作一直都在替老年人辩白一样的。在国内研究老年心理学的人特别少，大家容易看到的是老年人生理和认知的下降，而不太容易看到的是他的情绪、情感、动机、他的需求。贾京东也好，秀才的话题也好，人一生当中都喜欢追求那些美好的爱情，你到老也是这个样子的。在我们的访谈当中，我问过老年人说，人老了还有对爱的需求吗？他们说当然有了，100%的有，却没有人看到。大家会只觉得你很怪异。老年人在性的方面也有需求。买保健品其实就是他健康焦虑的一个表现嘛。感到你衰老，就是从你的身体机能的各方面下降。生大病非常害怕被家人嫌弃，但没人看到他的这个焦虑。网络上的大部分的对老年人现象的评论，最终都要落脚到他会不会受骗。他可能是上当受骗，但是这个板子打在谁身上，咱们经常都是受害人有罪。其实梳理所有这些刻板印象，最终都是指向老年人是能力低下的，觉得他没有判断力。很多人把他当小孩，总之就是特殊化的。我们心理学里把它归结为叫做去人性化。但是老年人他是成熟的成年人，有能力，有需求，有欲望，有雄心。老年人的3大需求：能力、自主、关系。但我们以前可能都要多的强调的是关系，所以才说子女要多回家看看啊什么的。但现在我们发现，能力需求、自主需求是没有被满足的。他想要有自主啊，掌控自己的生活。我特别希望老年人能够站出来发布言论，开自己的直播，开自己的公众号，不要把互联网让给其他年龄群体的阵地。你爸妈不听你的，在沟通方式上的问题造成的。就跟我们老批评小孩子，小孩子也不想听你的一样。我们小的时候讨厌爸妈说别人家孩子怎么样，那现在一样，他也不喜欢说别人家爸妈怎么样。其实人但凡被比较、被评价，就都会很难受。我觉得刘晓庆说的对，我可以张牙舞爪的老去吗？但刘晓庆是一种更雄心勃勃的说法，你还可以邋里邋遢的老去。优雅的老去其实就是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幻象。生理上的衰老，它真的不优雅，眼睛花嘛，腿脚不灵活，记忆力下降。最近不是有一个图片吗？说川普70多岁当总统，小庆乃70多岁还谈恋爱。但这种他都是拿的是那种精英阶层的，去鼓励年轻人的。你要么你得像他们充满活力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是被我们嘲讽的那群老年人，刻薄的婆婆呀，然后精打细算的妈妈呀。实际上这2个都是不认可老年状态。老年人的价值不仅仅存在于精英阶层的老年人身上，它也在普通老年人身上。充满不确定的社会，跟他们聊聊天，你心里会得到很大的安定。他也会告诉你人生永远都是缺失大于完美，人生的坎坎坷坷的，终将有一天你会过去的。老年是一种处境，不被他人理解，被他人评价，被他人挑剔，它其实是很多人的共有问题。不要高高在上的去审视它。每一个活到老年的人都是幸存者，能平安到老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老年人是值得尊敬的。